最近呢，雨水比较多啊，今天又是整天的下雨的模样，所以呢，我们就在家里通过录音的方式，继续为大家带来牙医说健齿时尚专栏的内容。最近呢，我在推出了关于牙齿健康保健，如何找到一位自己心仪的医生，通过长期的牙齿健康管理，给自己带来一口经久耐用、健康、具有良好功能的牙齿，进而享受健康时尚的生活。多多少少呢，也得到了一些反响。其中有一位远处英国的网友专门给我留言，分享了他在英国看牙的一些经历。我非常感谢这样的反馈。通过他的叙述呢，我对在英国看牙医这件事呢有了更多的认识。虽然我早年的时候啊，在英国伦敦短期学过英语，生活过一小段的时间，英国风的建筑风格、日不落帝国曾经的辉煌，以及延绵至今的文化的余晖啊，曾经让我感叹，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呢，一直希望有朝一日啊，能够重访英伦，再去看看他如今的模样。所以这位英国的朋友给我发来的信息呢，又让我重温当年温暖的时光。同时呢，也让我有所好奇，对于当年我不了解，现在呢同样是一知半解的英国的医疗体系和那边的老百姓，无论是身体的健康还是牙齿的健康，他们怎么去找到自己的医生，在需要治疗的时候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身体的疾患和解决他们的牙病。根据那位英国朋友的叙说，他前段时间呢有一颗牙齿因为龋齿需要做一些修补，而且他提到了在英国看牙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去到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那些牙科诊所。我的理解有点像我们中国的公立的医疗体系，如果你去到这样的诊所，相对来讲你可以以一个比较低廉的医疗服务价格来解决你的牙病。而问题是，你如果想要得到廉价的医疗的服务，那我相信这是绝大部分老百姓的首选，那你就必须要忍受漫长的等待的时间。我并不清楚到底具体要等待多久才能够轮到你治疗，而根据我这位英国朋友的叙述呢，他没有办法忍受这样的漫长的等待，因为老实讲，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你本身有的并不严重的牙病，说不定在你等待的这个时间当中就会发生一些变化，甚至有可能到达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呢，他放弃了去一家和国家医疗服务，我相信就是一种和政府医疗体系挂钩的牙医诊所进行治疗。结果呢，他花费了远高于政府相关的牙医诊所的诊金和治疗费，及时为他的牙齿进行了治疗，解决了他的牙病问题。他呢庆幸有这样的支付能力，可以不用等待漫长的候诊时间，及时的得到了牙病的治疗。而他在私立的这家牙科诊所治疗的同时呢，也做了一番全面的口腔的检查。牙医发现呢，在他的口腔里面，因为一颗主生齿它的位置不正，正是造成他前面的牙齿出现问题的原因所在。所以呢，医生建议他拔除这颗主生的智慧齿。虽然他也非常认同这位牙医的诊断和建议，但这位医生他是一位全科牙医，并非是拔除主生智慧牙的最佳人选。这位医生还是推荐了他去政府医院的专科医生那边去进行拔除。那其中肯定是等待了相当的一段时间，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令人满意。他不但在政府医院里面拔除了这颗被全科牙医认为难拔的牙齿，而且他付出的治疗费是0。也就是说，他虽然等待了几个月的时间，最终在政府医院的专科牙医那边免费的拔掉了这颗智慧齿。他感到有些疑惑，我相信可能他潜台词是对他的国家的医疗体系的某种困惑。首先呢，他们国家的全民医疗服务的体系，在其他国家呢可以被称为国民医疗体系。它确实在很大的程度上帮助了国民以低廉的价格，甚至是无需花费
就可以去做健康保健，通过打预防针、注射疫苗来预防疾病。即便是出现重大疾病的时候，你也无需担心高额的诊金和治疗费。我相信对于这样的一个医疗体系，虽然会有一些效率上面的吐槽，但是毕竟让他们能够，即便在出现身体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也无需担心因为看病让自己破产。而且正是因为这种近乎免费的体系，使得大家有更大的意愿去访问自己的家庭医生，也包括家庭牙医。而另一方面，可能带来医疗资源的透支，甚至被滥用，进而造成它的效率不高，甚至会面临漫长的排期，让病人在有病的过程当中经受煎熬，而且有很大的可能在等待的过程当中病情会恶化，最后你等到了可以医治的时候，可能为时已晚。在这样的全民健保的医疗体系之下，它一定还有一种补充的私立的诊疗体系。就以牙科而言，在英国被称之为国家医疗服务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这样的体系之外，它还有私立的牙科诊所。如果一个医生加入了 NHS 这个体系的话，那他在收费的时候，他必须要按照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所制定的规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诊金一定是维持在一个相当低廉的价格。虽然它跟全身健康管理和疾病的治疗采取的免费还是有相当的不同，但是它只需要付一个相对低廉、老百姓更能承受的诊疗的费用，来得到牙病的防治和治疗。但问题是，和政府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绑定的这些牙医们，因为他们从国家那边所得的报酬有限，未必能够反映他们实际的医疗服务价值，再加上因为诊金和医疗费用的低廉，使得他们的诊所永远都是门庭若市的状态。那么最后造成的结果，首先排队轮候就诊的时间会变得很长，甚至会长到你无法忍受，或者你的牙病不能允许等待那么长的时间。更有甚者，这样的诊所因为病人太多而临时关门。我说的这个关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关门，而是不再接受新诊病人。也就是说，有很多人想要寻找这样的一间跟公家医疗体系相关的牙科诊所去就诊，但是他无门而入，因为这样的诊所他说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再接收新诊病人了。那老百姓在有牙病的时候要怎么办？那就像我这位英国网友他所说的，你不得不去找一家私立的牙科诊所，你要按照市场上面牙医设定的价格去支付你的治疗费用。虽然你承受更高的医疗费用，但换来的是你能够尽快的解决你想要解决的问题，并且更高效、相对更有品质的完成这样的治疗。